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种拿着 N1 进入了日本职场，可是还是会被日本職場中特有的一些日语呢就搞得头晕的经验。反正我当年刚刚进入日本职场的时候呢，曾经有一度对于取り組む这个词啊充满了困惑。首先我困惑的是呢，日本人在做资料的时候特别喜欢用取り組む这个词，类似于像サービスの改善に取り組む、課題に取り組む这样的表达，而这个表达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对话当中呢是不太会碰到的。其次的困惑呢是这个词的意思也很微妙，我好像很难找到一个与其相匹配的中文来帮助我加深理解。我感觉呢它就是英语里面的 work on， 你比如新しいプロジェクトに取り組む，就是 I'm working on a new project。 在中文里面呢，你大致好像可以把它翻译成致力于什么什么，但是如果反过来你让我把致力于什么什么翻成日语的话呢，我应该会按照中文的近似习惯把它翻译成什么什么に注力する，而不是什么什么に取り組む。反正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不行，我驾驭不了这个词。后来呢，随着工作年数的增长，我发现我去，这种长得差不多的职场怪词还不少嘞，像什么取り決める、取りまとめる、取り扱う、取り除く，动不动就跳出一个来膈应我。那本来就一个，我还觉得它是个怪词，但是大量出现后呢，我就不能再轻敌了，必须认真对待。于是呢，经过我长期的观察、归纳、总结，整理出来了一些小小的规律，在这里分享给大家。首先，这一类取り什么什么是动词取る和另外一个动词的组合词。这一类词呢，我们称它为複合動詞，复合动词。大家如果对日语的复合动词感興趣的话呢，我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超级强大的数据库，複合動詞レキシコン。它是由国立国語研究所整理出来的现代日语中常用的复合动词单词库，它里面包含了2700多个单词，每个单词呢都有意思解说和例句展示，而且你还可以选择中文或者英文的解释，非常方便大家检索。我这里呢就不再具体展开说明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各自去看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具体意思啊。我们都知道取る是拿或者取的意思，但是在大多数我刚才所说的取り什么什么的复合动词里面呢，这个取る更像是一个非常虚的前缀，而不承担任何实际意思的作用。也就是说呢，碰到这样的词，你要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的话，你可以靠后面第二个动词来猜测到它大概的意思。比如取り決める，大概就是決める的意思，而取りまとめる，那大概就是まとめる的意思。那么问题就来了，決める、まとめる这种词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词，明明就可以直接用，为什么职场上非要加一个取り这样的前缀呢？这个前缀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它的第一个作用呢，是让原来比较单纯的单词变得更加正式，更有完整性和仪式感。比如まとめる就是很單純的整理归总一下，可以是把零散的筆記整理一下，メモをまとめる，也可以是把不要的纸箱整理在一起，いらない段ボールをまとめる。但是取りまとめる的话，它就变得很正式，很有仪式感，就不单单是整理这么简单了，它更像是协调并且统筹汇总的感觉。所以啊，听到取りまとめる，你脑子里面出现的可能就是开会、跨部门、Excel、邮件 CC 全员这一类牛马的画面感。常见的例子呢有各部門の意見を取りまとめる，汇总各部门的意见。那它第二个作用呢，是让原本的物理性动作变得更加抽象化。我们也举个例子来看，大家都知道消す这个动词是物理性的消除、灭掉的意思。黒板の文字を消す，把黑板上的字擦掉。火を消す，把火灭了。電気を消す，把灯关了。但如果是取り消す的话，那就是把一个非实物的对象给取消、撤回的意思。常见的呢有予約を取り消す，取消预约；注文を取り消す，撤销订单；契約を取り消す，
取消合同。好，解释完这2大作用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视频一开始所提到的 torikumу 这个词。首先 kumу 这个动词是搭的意思，它多用于呢比较单纯的动作，比如予定を組む安排日程，或者是物理性动作腕を組む交叉双臂。但如果是torikumу的话，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安排或者搭起来的动作了，而是需要你投入一定精力去完成的一项更加抽象、更加正式的大任务了。那它又和我之前所提到的注力する之间的语感差别在什么地方呢？注力する它更侧重的是资源的分配，比如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等等，而torikumу更侧重于整个行为过程，就我正在全力对付这件事这样的感觉。那由于我们刚才所说的tori这个前缀2大作用的特性，你看啊，都是什么正式啊、整体性啊、抽象啊这样的词，这也就导致了为什么这一类tori什么什么的复合动词更多的出现在像职场这样的正式场合，而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口语对话当中呢，就比较少见了。最后啊，在这个视频结束前，还是想以防万一的提醒大家一句，虽然tori这个前缀呢有它一定的规律，但它也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拿来乱搭的哦。什么tori食べる、tori寝る，没有这种词的哦。大家可千万不要随随便便乱造哦。就算你硬是要乱造，你可千万不要出去跟别人说你是跟平姨学的。我开玩笑啊。我这里呢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常用的词，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截个屏，回头自己再深入学习一下。好啦，那今天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